江恒，你被开除了。今天是年终奖确认日，所以今天把流程走完正好。账号先锁，再通知本人。公司决定，不需要和你商量。无法胜任。你长期不服从加班安排，影响团队风气。公司不需要没有奉献精神。我的回款占销售部一半，客户投诉为0，这样的结果叫无法胜任。小江，别拿过去的数据绑架公司，业绩是团队平台给你的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上个月你拿去给老板汇报的方案，也是团队平台写的。江恒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客户认的是天海，又不是你这个人。销冠无法胜任，那谁能胜任？这通电话从现在开始由我接，你的客户后面由销售部统一接管。我的客户？错，是公司的客户。你离职后不得再以天海名义对外联系。小江，体面一点，把客户交接清楚，对大家都好。你确定接得住？少拖时间，签收、交接、离开。签字之前，我只问一句：公司确定要用这个理由开除我？过去的业绩不代表你现在适合公司。金龙集团年回款3000万，四海贸易2000万，天盛科技1800万，16个核心客户，投诉为0，逾期为0。哪一项叫无法胜任？小江，客户是公司的资源，不是你个人的成绩。你不要用几张表把团队的努力都揽到自己身上。那你现在就给林总回个电话。你不是要接管吗？现在接。客户交接要按流程来，不是你当众逼我接个电话就能说明什么。流程？你拿我的方案汇报，拿我的客户邀功，现在又我是无法胜任。何经理，你说的是流程，还是假工的流程？江恒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方总，江恒不配合签收，还拿业绩报表在办公室里闹。一个销售而已，谁给他的底气？告诉他，公司给过他机会，既然不珍惜，就按通知执行。方总，我在天海5年，从实习生做到销冠，现在你用无法胜任开除我，确定不用再看一眼这些数据？数据是公司平台给你的，离开天海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让他签，签完交接，今天就走。好，早这样配合不就好了？江恒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收到你们的通知，但不认可你们的理由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给自己留后路？不是后路，是证据。通知行政收回他的工牌电脑和客户资料权限，今天之内所有交接由何经理接手。江恒，你不是挺厉害吗？离了天海，看看还有几个客户认你。人啊，别把平台当本事。出去以后别乱说公司，行业圈子不大，真闹难看了，对你没好处。何经理还是先想想林总那个电话怎么回。我的交接意见已经留在报表里，至于客户认谁，很快就知道。走了就别后悔。后悔的不会是我。江恒，徐总，是我。你想好了？我自由了。我等你这通电话，等了整整1年。条件还按之前说的。不，你现在自由了，条件也该改。销售副总裁，独立团队，业务提成另算。只要你来，辉煌的大门随时为你开。好，赶紧见。何经理，这下您可清静了。江恒平时仗着业绩好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就是一个人再能签单，也不能坏了团队规矩。就是啊。从今天起，江恒手里的客户由我亲自接管。江恒已经处理完了，通知方总，销售部这边一切正常。公司离了谁都照样赚，他以为客户只认他，笑话。
林总您好，我是天海集团销售经理何军，以后贵司这边的业务由我亲自负责。何军，江恒呢？江恒因为个人发展原因，已经从公司离职了。您放心，后续服务只会比以前更专业。离职？谁同意你们换人的？林总，这是我们公司内部正常调整，合同主体一直是天海集团，不会影响合作。我跟天海合作，是因为小江把方案做到我满意，把交付风险一条条盯住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人走了，服务不受影响。林总，江恒能做的我也可以做，你有什么需求直接跟我说。我不认识你，也不信任你。金龙集团和天海的后续合作先暂停评估。林总，您别急，这可是3000万的年度合作，所以我才更要谨慎，让江恒给我回电话，否则新的采购方案我会重新考虑。一个客户而已，继续打，我就不信他们都只认江恒。喂，刚才林总给我发消息了，江恒真被你们开了。陆总，您消息真快，江恒只是正常离职，后面由我负责贵司业务。何经理，我问你，上次我们四海贸易的紧急改价方案是谁做的？这个项目资料比较多，我需要看一下交接表。笑了，连这个都要看交接表。当时小江凌晨2点给我补方案，第2天8点陪我见董事会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负责？合作先暂停，等我联系上江恒。继续，四海暂停，不代表所有客户都暂停。拨通天盛科技程总的电话。程总您好，我是天海何俊。关于后续合作，我们销售部已经完成内部调整。调整？你们把江恒调整没了？程总，江恒离职不影响项目推进，我们公司有完整服务体系。完整？上次你们交付延期，是江恒亲自到现场协调3天才把问题压下去。现在人被你们开了，我怎么相信天海？我不管你们内部怎么斗，小江不在，天盛的续约先停。把最后那个大客户给我。周明宪，我亲自打，我倒要看看一个江恒能有多大脑识。谁？周总您好，我是天海集团人事经理唐晶，今天联系您是想跟您说明一下我们销售部后续服务安排。销售部，江哥呢？江恒已经离开天海集团，以后您的项目会由我们销售经理何俊亲自跟进。你们把江哥开了？不是开除，是公司内部正常优化。周明霄，天海的服务能力不会因为一个员工离职受到影响。少来这套，我刚和江哥通过电话，他已经去辉煌了。你们天海连自己最值钱的人都留不住，还跟我谈服务能力。周明艳，合同主体是天海，你要是现在调整合作，流程上会很麻烦。麻烦？那就按流程暂停，我后面的订单全部重新评估。江哥在哪儿，我的项目就优先跟到哪儿。1亿的单子也停了。金龙、四海、天盛、周家项目全部暂停评估。谁能告诉我，江恒到底是谁开掉的？天海多个大客户暂停评估，江恒疑似离职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江恒先生正式加入辉煌集团，出任销售副总裁，全面负责重点客户和新业务拓展。徐总，副总裁这么重要的位置，直接给一个刚离职的人，是不是太急了？我们连他的能力都没验证过。这也很正常，销售这行不看履历，看结果。那江副总打算拿什么结果？第一个结果来了。小江，你总算接了。天海那边说你离职，我还以为他们乱传消息。林总，是真的，我现在在辉煌集团。辉煌？行，你在哪儿，我的项目就往哪边谈。林总，金龙和天海还有合同周期，您这边如果要调整合作，建议先按合同条款走正式评估，避免后续争议。你还是这么谨慎。
行，我让法务按流程发函，新一年度采购，我们重新走辉煌的方案。规格还是原来的3000万。原来的方案是天海给的，你既然到了辉煌，我要看你亲自做的新方案。只要风险控制得住，预算可以上浮30%。新方案我今天整理框架，明早给您第一版。好，我指认你的判断，小江，别让我失望。不会。现在算验证了吗？只是一个老客户念旧，不代表他能带动辉煌整体业务。韩经理说的对，一个客户不够。徐总，我需要一处安静洽谈区和一份辉煌现有产品资料。办公区东侧洽谈区给你，资料10分钟内送到。韩经理，听说江恒去了你们那边。刚拿到资料就能看出问题。客户要的不是最低价，是交付确定性。辉煌的产品优势够，但方案话术还停在卖功能。周家项目我们跟了1年都没进核心流程，您不会觉得靠几通电话就能拿下吧？到了。江哥，我在楼下，法务、采购、项目负责人都带来了，你在哪层？36楼。好，马上到。周总，欢迎欢迎！我是辉煌销售经理韩卓，之前一直负责对接您这边的项目。江哥呢？江哥，天海那边我已经通知暂停评估了，今天过来是正式启动辉煌方案评估，流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方案合适再谈合作。我就喜欢你这点，不吹牛，只把事儿办稳。徐总，只要江哥主导项目，我们周家愿意把下一年度项目优先给辉煌评估，预算规模按原计划1亿起。从现在起，周家项目由江恒全权牵头，相关部门全部配合。别让江恒在辉煌站稳。你不是说客户认的是天海平台吗？现在平台还在，客户呢？方总，客户那边只是情绪波动，只要我们给出更好的价格，应该还能谈。更好的价格，周家项目1亿，金龙3000万，四海和天盛加起来又是多少？全让你用降价谈回来。方总，辉煌集团内部有人发了消息，江恒已经出任销售副总裁，周家项目团队也去了辉煌。销售副总裁？这不可能！他上午才刚离职。你亲手赶出去的人，转身就被竞争对手捧上副总裁。唐经理，你办得真漂亮。给江恒打电话，告诉他，只要回来，工资翻倍，年终奖照发，客户还是他负责。方总，我之前跟他说的有点……现在不是要你体面，是要你把人请回来。是不是被拉黑了？用我的手机打。江恒，是我方振海。天海老板，私人电话，不影响会议。方总，要不再打一次？打！不想听听他开什么条件？他开的不是条件，是补救。方总，涉及解除劳动关系、年度激励、客户交接及后续争议。公事公办，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方总，他这是想要赔偿，我们可以先安抚，把条件开高一点。告诉他，工资3倍，年终奖照发，回来直接升销售总监。你有意见？没有。3倍工资，销售总监，动摇吗？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失去客户，我连这条短信都收不到，所以不回头，我们谈下一步。他保留了签收异议，还要求重新核算年度激励。又怎么了？
方总让我们先稳住客户，别再出事儿。江恒发了正式材料，里面列了开除理由、业绩数据、奖金节点，还有你拿他方案汇报的记录。他哪来的汇报记录？公司会议纪要、邮件派通、客户确认函，全都在附件里。他还要求天海出具客户交接说明，没有正式确认前，任何人不以他的名义对外承诺。那我怎么跟客户谈？你问我，当初你不是说他走了你都接得住吗？唐经理，方总让你们马上过去，他也收到江恒的材料了。他把证据链都排好了，你们当时开除他，制成材料呢？有解除通知，有考勤记录，也有团队配合度说明。考勤记录只能证明他准点下班，不能证明他无法胜任。团队配合度说明是谁写的？哼。销售部可以补一份情况说明，比如他长期不参加临时会议，不配合客户交接，影响团队稳定。我不管你们怎么补，我要看到一套说得过去的材料。今天下班前放到我桌上。怎么会没有？你是人事经理，系统记录你想办法处理一下。系统有时间室，现在补进去，时间全在开除之后。那就写纸质记录，说之前口头沟通过，只是没录系统。这是你上个月签的，那是为了给方总看业绩，我只是走个形式。你走形式，现在要我替你圆？唐经理，开除通知是你发的，流程是你走的，真出问题也是人事材料不完整。方总让你们快点，江恒又补发了一份附件。何经理，这份字儿是你签的，江恒要是真追究，最先解释不清的人是你。解释不清的不是我，是他江恒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刚离开天海，客户就集体转向辉煌，林总、周明艳，一个个消息比我们内部还快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现在不能再围着无法胜任打，我们要换方向。就说江恒离职前已经私下接触辉煌，提前影响客户判断，导致公司损失。可我们没有证据。先发函，先把帽子扣出去，只要辉煌那边投鼠忌器，客户也会观望。你是说江恒不是被我们开走的，是早就准备跳去辉煌？方总，您想想，他离职当天就当副总裁，客户也马上跟过去，正常吗？证据呢？可以从客户沟通异常、辉煌接收速度、他保留客户资料习惯这几个方向查。我们先让法务发函，要求他停止接触原客户，配合说明，这样至少能争取时间，也能把客户那边的节奏压一压。发，措辞要硬，但别留下把柄。他想公事公办，那我们就陪他办。徐总，天海发来的，复现了我们公司邮箱。这么快，天海是不是掌握了什么情况？天海主张江总离职后违规接触原客户，要求停止沟通，并配合说明客户转移情况。你和天海签过竞业限制吗？没有。合同里只有保密义务，没有竞业限制，也没有离职后客户接触禁止条款。公司更没有支付过竞业补偿。从文本看，天海这一点站不住。可客户离开天海后马上找你，外界会觉得你提前做了动作。外界怎么觉得不重要？证据怎么显示才重要。我离开天海前，没有对外通知任何客户。第一通客户电话是他们发现交接异常后主动打来的。你连这个都留了？从他们把无法胜任写进通知书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每1分钟都要留痕。我们可以正式回函，要求天海提供具体证据。没有证据前，不能干扰正常商业评估。还不够。他们说我影响客户，那就让客户自己说明为什么暂停天海合作。好，所有说明都走正式邮件。客户愿意帮你写正式说明，这可不是电话里说两句那么简单。金龙集团林总，这么快？该决定由金龙集团独立做出，与江恒个人无关。这份说明很关键，客户把原因写得很清楚，不是江总主动拉走客户。四海贸易暂停合作，是基于天海项目交接风险及历史不依赖事实。该决定不涉及任何外部诱导。内部管理变动影响交付信息。该决定他们不是在帮你说话，是在替自己留风险记录。真正的客户不会为了情绪写证明，他们只会为了风险写事实。你说
他提前影响客户，客户现在全说是我们交接风险造成的。方总，这些客户本来就和他关系好，当然会帮他说。可他们都用了正式邮件，还写明独立做出决定。我们如果继续说江恒违规，就必须拿出证据。证据呢？我方要求天海停止无证据指控，并保留追究不实陈述的权利。第一轮天海没压住你，他们不会停，客户抢不回去，就会想办法让辉煌内部泄露。韩经理，周家项目的报价表，谁有权限看？销售部经理以上都有。怎么，江副总连内部同事也不信？不是不信，是流程要清楚。有必要这么紧吗？天海刚发完函，下一步很可能打报价战，我们先把门关好。今晚之前，内部报价测算，第一条线动了。这说的是谁？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所有人不要转发，不要评论，公关和法务先保存原文。会影响周家项目评估。周明艳比文章更清楚事实。周总，文章我看到了，你不用解释，我只问一句：辉煌的方案会不会受影响？不会，下午3点，第一版评估方案照常给你。那就行，谁写文章谁心虚，项目照走。你猜是谁放的？文章里的报价区间，只有内部资料里出现过。不用急着抓，让他再走一步。今天不回应传言，只说明流程。我不会要求任何客户因为我而选择辉煌。辉煌能拿到合作，只能靠方案、交付和责任编写。金龙暂停天海是我们自己的判断，小江没私下劝过我一句。周家项目也一样，我们看方案，不看传言。另外，匿名文章里出现的报价区间只存在于辉煌内部资料，说明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客户为什么信任我，而是辉煌内部为什么有人把未定稿资料往外递。江副总，这种话不能乱说，内部很多人都看过资料，所以我不会乱说。所有下载、阅览、转发记录，今天下午已经封存。会后启动内部核查，项目照常推进，问题也照常查。江总，这个报价不是最终版吧？不是，他只给会泄出去的人看。如果他不动呢？那就是我判断错了。对一个同事，宁可错过，也不能冤枉。徐总和江总设的 A 版完全对上。韩卓，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韩卓是有什么钱？我只是做内部测算，天海报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就再看一条。停职，配合内部调查。江哥，天海的天气计划要拿去做融资说明会了。这么晚，出事了？天启计划？他们不是还没完成稳定性测试？没完成。何俊为了稳客户，方振海为了拉投资，把测试报告改成了阶段性通过。我不想背这个锅。你手里有什么？原始测试记录、会议纪要、版本差异表，还有一份他们让我签字的确认单，我没签。天启计划是什么？梁硕，别删，别改，别私下传播，所有材料按公司内部流程留存，先保护你自己。我懂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这个项目的核心思路是不是当年你和埃德蒙教授做的那套？像，但不完整。那你最好快点看，方振海这次是想压上整个天海。看来客户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主菜刚端上桌。辉煌法务吗？先登记来源。你对这个项目这么谨慎，是因为它真有价值？不是有价值，是一旦做成，能改变一条产业链。
这些话很漂亮，但看不出底层突破。因为他们拿到的只是外围方案。这是你画的？很多年前，我跟艾德蒙教授做过一组公开研究，真正关键的是材料界面稳定性。天海现在的方案绕过了这个难点。你想怎么做？第一，确认天海到底有没有核心授权；第二，确认他们对外披露有没有夸大；第三，等他们自己把话说满。如果他们拿这个去融资，投资方迟早会发现问题。迟早不够，等钱进去了，项目就会绑住更多人。不提前拆穿，现在拆，他们会说是竞争对手抹黑，让他们在正式场合自己把边界越过去，证据才稳。机会来了。作者栏里有你的名字。那时候我还没进天海，只是艾德蒙教授科组组的学生助理。天海如果只拿了公开论文，就不能对外说拥有完整商业化权利。这就是问题。你不怕教授觉得你卷进商业纠纷？所以我只问事实，不引导结论。将我未向天海集团授予该项研究的商业化核心权利。如有机构对外做出完整授权表述，我会正式澄清。这封邮件足够让天海融资会停下来，还不够。我们需要他们对外说出完整拥有4个字。你在等他们犯错？不是等，是确认。他们如果诚实披露，项目还有救；如果夸大权属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该亮的牌还没到手。天海对外说的是自主核心技术，但实际能证明的只有公开研究和外围改造。所以他们最怕被问权属。江哥，天海也邀请了我们，他们说提起计划能优先给周家产业链供货，听起来很诱人。你可以去听，但不要当场签任何对台意向。有坑？不是坑，是还没确认的边界，让他们把技术来源、授权范围、测试结果讲清楚。小江，天海的人也联系我了，说你之前只是销售，不懂技术，让我别被辉煌带偏。他们不知道我懂，是好事。你打算继续装不知道？融资会前，辉煌只做一件事，发一份正式询问函。措辞很温和，越温和越难回避。他们选择不答。辉煌问授权，问测试，问量产依据，他们凭什么问？就是竞争对手干扰，我们完全可以不理。方总，融资赛的融资材料里阶段性通过这句话不准确，最新测试还没稳定，至少要加风险提示。我请你来是解决问题，不是给我泼冷水。技术问题不是靠措辞解决的。融资会上如果把话说满，后面交付会出大问题。梁工，你也别太保守。融资阶段讲的是前景，不可能把所有实验细节都摊开。前景可以讲，但不能把没通过的测试写成通过。天海现在需要这个资金，客户暂停，融资暂停，公司怎么办？你们谁来负责？材料按原版走，你只负责技术答疑，不要说多余的话。我不能替不准确的结论代书。那你就坐在台下。答疑让何俊来。梁工，方总让你别再折腾这些，明天融资会很重要，别给大家添乱。我是在留存事实。事实？事实就是公司要活下去。你现在把风险写得这么重，投资方还会看吗？如果他们看了就不投，说明风险本来就该披露。你别忘了，你也是天海的人，项目真黄了，你的团队也没好处。我更不想团队以后替一句假话买单。江哥，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够了，保护好自己。天启计划
是天海未来3年的核心增长引擎。我们已经掌握完整技术路径，并具备规模化落地能力。本项目基于天海自主研发体系，核心方案完整可控，后续将优先服务重点合作伙伴。他说出口了。完整可控，是否包括核心商业化授权？当然，天海对项目拥有完整推进权。请问天海能否现场出示核心研究商业化授权文件，以及最近一次稳定性测试的完整结论？江恒，你现在代表辉煌，提问应当基于商业善意。我问的是公开融资材料里的事实依据。授权文件属于商业资料，不适合现场公开。至于测试结论，我们会在尽调阶段提供。那我补充一份公开事实。埃德蒙教授确认，他未向天海该项研究的商业化核心权利。如果天海使用的是另一套核心技术，请现场说明来源。你这是恶意干扰融资会！我只问权属，不问估值。真正能解释的人是天海。我这里有天启计划原始测试记录目录，已经按公司流程提交给项目审查组。融资材料中的部分表述与原始记录不一致。方总，在权属和测试结果未偿清前，我们需要暂停后续推进。你们早就串好了？没有人串，只是每个人都选择把事实留下。方总让你准备一份说明，把开除流程责任讲清楚。讲清楚，讲成我一个人的责任吗？流程是你走的，通知是你发的，理由是谁给的？无法胜任是谁让我写的？上个月是谁签了年度重点激励？方总让你们分别提交情况说明。还有，外部猎头刚打来电话，问唐经理是不是在看机会。动作挺快啊。唐经理您好，我这边有一个人事主管机会，企业是辉煌集团，面试官是他们新任销售副总裁江恒先生。谁的电话？唐经理，您还在听吗？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把自己逼到这一步。先生，江总没有预约接待您。我真的有急事儿，你告诉他我是何俊，他一定知道。江恒，不，江总，你给我5分钟，我求你。这里是辉煌，不是你演戏的地方，要谈就站着谈。我想请你跟客户说几句，别把事情做绝。只要天海缓过来，我也能保住位置。你还是只想着位置？那我还能想什么？我在天海10几年，不能就这么完了。你签我的激励建议，又配合说我无法胜任，客户接不住就说我违规。现在轮到你被推出去，你才觉得委屈。天海现在乱成一团，方总要我背客户流失和融资会的责任，可那些事不全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证明你无辜？你如果真想自救，就把你知道的事实写下来，交给天海内部审查组，别再找我替你圆。你不帮我，我不会害你，也不会救你，你自己的选择，自己承担。方总，我们需要明确天启计划融资材料是谁确认对外发布的。项目组集体确认。技术结论我没有签字，测试风险我也提交过书面说明。客户暂停导致本季度现金流缺口扩大，融资延期后，公司需要马上削减非核心支出，否则资金链会继续承压。江恒解除流程也需要重新复核。一个年度销冠被认定无法胜任，支撑证据明显不足。流程材料确实不完整，
唐经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理由不是我一个人编的，销售部提供了判断，人事只是执行。够了！现在互相甩锅有用吗？不是甩锅，是定责。客户、项目、融资3条线同时出问题，公司必须有人承担管理责任。如果今晚前拿不到过桥资金，明天开始，部分供应商会要求提前结算。方总，董事会建议启动资产处置预案。天海撑不住了，你不高兴？没什么好高兴的。公司倒下，受影响的不只是方振海，还有很多普通员工。小江，天海那边有人联系我，想让我恢复部分订单，我拒了。不是不给你面子，是他们现在确实接不住。周家项目评估继续按辉煌方案走，别被天海情绪影响。客户这边稳了，稳住客户只是第一步，天海的设备、渠道、部分技术团队其实还有价值，如果全散了，可惜。你想参与资产处理？辉煌可以接，但不能乱接。你想参与资产处理？辉煌可以接，但不能乱接。只买合法资产，只接愿意重新签约的客户，只吸收真正做事的人。徐总，天海资产处置会时间出来了，下周3是会展中心。你刚说的机会来了，准备尽调清单，重点看3样：设备、商标、公开渠道资产。天启计划呢？天启计划不买，它真正的落地权不在天海手里。最后一张牌留到拍卖会。厂区位置不错，设备折价也划算，可商标现在口碑受损，价值不高。商标不是重点，公开渠道资产才是。这个资产包起拍价不高，但很多人觉得是包袱。别人看到的是旧名字，我看到的是行业入口。你要用天海的旧渠道承接辉煌的新项目？不直接承接，先公开声明，所有客户重新授权、重新评估。渠道只作为触达入口，不能当成客户归属。合规边界你想得很细。我从天海出来，吃过一次边界不清的亏。埃德蒙教授那边发来最终确认，愿意在必要时出具正式授权说明。所以天海一直以为你只是销售，其实他们错过的是项目真正的钥匙。他们不是不知道我懂技术，只是他们从来没问过。明天不是去买天海，那是去做什么？去把他们看不见的价值拿回来。来看我笑话。我是来参与拍卖。厂区已经没了，我们等最后一项。下一项，天海集团商标公开渠道资料及闲置设备组合包，起拍价100万。天海口碑都这样了，谁买谁麻烦。公开渠道资料又不是客户名单，没什么用。100万，100万第二次，还有没有出价？1000万。疯了吧？1000万买个烂牌子？辉煌集团江先生出价1000万，还有更高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方总，你到现在还以为我买的是天海的壳？本人确认，天启计划所涉核心研究成果未授权天海集团进行完整商业化使用。江恒先生为该研究在中国商业合作中的指定对接人之一，
后续项目落地需经本人团队确认。不可能！你在天海5年，从来没说过这些。我说过产品路线有问题，说过客户要长期价值，说过不要只看眼前回款，只是你们觉得销售只配跑客户。天海的商标和渠道我会重新整理，愿意继续合作的客户重新授权，重新签约，愿意留下的员工重新面试，重新档位，旧账不带进新项目。那我呢？你该面对的是董事会、债权人和你自己做过的决定，不是我。从今天开始，辉煌要接住的不只是客户，还有一个新项目，还有一套新规则。以后能力要被看见，贡献要被记录，边界要被尊重。谁创造价值，谁就该站在该站的位置。被开除那天，他们说我无法胜任，现在该我定义什么叫胜任。